朋友们好，我是佩塔，今天和大家分享几个育苗的方法，由我的太太杰妮来担任解说。在春天或者秋天，当最低气温保持在摄氏12度左右时，和不再需要使用育苗电热毯和暖棚的情况下，就可以在室外育苗了。育苗土可以买现成的，或者用盆栽土经过筛选后当作育苗土来使用。在育苗初期用的容器，可以选用直径在6厘米左右、高度在9厘米左右的塑料盒。现在介绍第一种育苗方法。用这种方法育苗，种子是不经过浸种催芽，而是直接把种子埋入土中的。先在育苗盆中填入育苗土，然后把土表面的高低粗粗的拉平，再浇足水，插上一块写着蔬菜名称的标签，在每个盆中放入几粒种子。在种子放好后，在上面铺上一层大约5毫米的薄土。然后再浇一次水。过了5天左右，种子就发芽出苗了。在这期间，如果不下雨的话，要经常浇水，保持土壤的湿润。又过了2周左右，小苗长到这般大了，这时候需要给它们做一次接苗。接苗的目的是让留下的健壮的幼苗有足够的生长空间和营养面积，使苗间空气流通，日照充足。当小苗长出几片针叶后，就需要给它们补充一些额外的肥料了。肥料可以用海藻肥，经过稀释后，给每棵小苗浇上一些。在这之后，每隔7天左右要给它们施一次肥。从下种到现在才3周左右，部分小苗就已经长到这般大了。这个时候该给小苗换一次盆了。换盆前先浇足水，这样做能使泥土和小苗的根系充分结合，而不会损伤到小苗的根系。换盆的优势是：一，小苗在容器里生长时间过长，根系不能往外伸展，很容易出现盘根现象。如果把它们直接种到地里，容易发生倒伏。换盆用的容器直径在10厘米左右。现在大家看到这棵小苗的根系长得非常好，正是给它换盆的好时候。换盆的第2个优势是，最终把小苗
作为单株培育。在换盆时，留下一株最强壮的苗，把多余的小苗都剪去，这样会给小苗提供更多的成长空间、阳光、养分，为后期壮苗打好基础。第3个优势是，育苗时用的盆栽土，经过一段育苗期后，土中的有机物质已被消耗，这个时候的小苗在土壤中所需要吸收的有机物质也会相应增加，所以通过换盆换土，就可以满足小苗的进一步需要了。当换盆后的小苗长出5到6片针叶时，就可以移栽到地里了。用以上这个方法来育苗，优点是简单，缺点是在种子出芽前的5天不能出远门，需要经常关注育苗盒中土壤的情况，需要保持土壤的湿润度，除非有人能帮到您。第2种育苗的方法是比较常用的，先把种子放在太阳下晒上几个小时，通过自然的紫外线来杀虫灭菌，再浸种催芽，把蔬菜种子放在温暖的清水中浸泡8个小时左右。这样操作可使种子吸足水分，打破休眠状态，促进种子的萌芽。找一个深度为大约6厘米的容器当作托盘，在托盘中放入清水，在育苗的盆中放入盆栽土，把育苗盆放入托盘中，让育苗盆中的土壤能从底部慢慢地吸收水分，再浇上一些水，在每个育苗盆中放入几粒经过浸种催芽的种子。把种子放好后，覆盖上一层薄薄的大约5毫米的育苗土，插上标签，再淋上一些水，把托盘放在阳光下，3天后小苗就出土了。在小苗出土后，要立刻把托盘里的水倒掉，避免小苗烂根和长成土长苗。当小苗略微长大一点后，要给它们接苗。在小苗长出第1片针叶，这个时候它们已经耗尽了从胚芽中带来的营养，需要施海藻肥，给它们增添一些额外的营养了。如果没有海藻肥的话，也可以施一些含氮量比较高的其他种类的液体肥。当
当小苗长出几片针叶后，就可以换盆了。换盆的优势和上面所说的相同，在换盆后的小苗长出5到6片针叶后，就可以移栽到地里了。这个方法的优点是，在小苗出芽前的几天，不用经常关注育苗盆中的土壤是否会太干了。缺点是容易烂根和长成土长苗。第3个育苗方法是绿色环保方法，用可以回收的塑料盒当作育苗盆。有些放蔬菜和水果的塑料盒底部已经有了通气孔。选用的塑料盒，它的高度不要低于6个厘米。有些塑料盒在底部是没有孔的，这就需要钻出一些通气孔来。放入经过筛选过的盆栽土，放入经过浸种催芽的种子。如果天气还比较寒冷的话，在小苗出芽前，给育苗盒盖上盖子保温。7天后，小苗出土了。当部分小苗长出第1片针叶后，用海藻肥给它们添加一些额外的营养。当小苗长出几片针叶后，就要给它们换盆了。当换盆后的小苗长成这般强壮了，就可以移栽到地里了。谢谢观看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.